好喝好长生不老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地包杜比。 Halifax 行程第2天，我们要坐船出发去对岸的 Dartmouth 啦。坐渡轮一共可以去到2个口岸，分别是 Alderney 和 Woodside。 Alderney 的位置在达特茅斯市中心，也是我现在要前往的目的地。渡轮分2层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上层，因为在室外可以看风景。虽然我不会游泳，但是每次见到水就好开心哦。经过大概10来分钟，我们就到达了达特茅斯市中心。从达特茅斯看 Halifax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。下船第一件事当然是寻找美食啦，都不用出码头就走到了这个小市场里，来吃这家被小红书誉为哈法龙虾卷天花板的 Evans Seafood。从名字就能看出他家主打各类海鲜，从各式各样的鱼到龙虾、带子、蛤蜊、青口，这家店都有提供，做法也五花八门。他家还有速冻海鲜，可以买回家自己做。店面分室内和室外，室外可以喝酒，不过户外太冷了，我们还是选择了室内。这个市场其他家都生意平平，只有他家排队的人潮都没断过。先来了小份海鲜粥打汤，加多2刀，汤里会多放4个青口，还配了面包和黄油。汤头稍微淡了一点，反而突出了海鲜的本味。虽然面包不怎么样，不过里面的海鲜可是给的满趴趴的。看，里面有新鲜龙虾肉，以及鱼肉和小带子。食材几乎把汤都覆盖住了。接着是带子，我没有选做法，没想到是炸的，一份里面有6颗，个头比想象中要小，配的塔塔酱。然后就是被夸上天的龙虾卷啦，调味也是走清爽路线的，但是奇怪的点是它又很油，加了多种蔬菜，龙虾肉的新鲜程度无敌了。而且也不会只给钳子肉来糊弄，整体这家店我觉得值得一试啦，不过没必要专门为了它来跑这一趟。意犹未尽，又来到了距离它只有300米的多拉库道乐。这家店谷歌评分4.9，小红书上还有人说为了这家日料愿意特地从多伦多飞过去，我还真挺好奇到底是有多好吃。店里到处能看到招财猫的元素，看过柯南的小伙伴都知道，公猫举右手象征招财进宝，母猫举左手象征千客万来。店里的都是母招财猫来招人气。因为没有预约，被安排在了吧台，却正好可以看着师傅做寿司，还能看到厨房里的师傅在做天妇罗，看着大厨做美食还真是享受。详细做饭视频，请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链接观看哦。本以为这是一碗普通的味增汤，里面除了豆腐，竟然还放了胡萝卜，多了股胡萝卜的甜味。点了一份猪排盖饭，1个寿司卷，还有些刺身。再来上一杯我最喜欢的渣黄啤酒。我很喜欢喝啤酒的泡沫，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小伙伴呀？刺身从右往左，分别是吞拿鱼大腹刺身、吞拿鱼中腹刺身以及带子刺身。我点的都是2片，师傅把每片都1切为2了。倒点酱油，我们就开吃啦。先从颜色最淡的带子刺身开始，带子肉非常厚实，鲜甜饱满。再来试试中腹，中腹的肥瘦比例刚刚好，口感丝滑丰腴之余又不会腻。最后是大腹，大腹脂肪最多，价格也最贵，油花分布很漂亮，呈霜降状。不过我们吃到的这些大腹竟然有点筋筋拉拉，口感上还是中腹更胜一筹呢。这道道乐卷一份只有4个，不过每块个头都很大，里面有炸虾天妇罗、牛油果、青瓜和鳗鱼，用了辣美乃滋来调味，配上鳗鱼的甜、青瓜的脆、牛油果的柔和炸虾的鲜，
味道层次丰富多变，不愧是招牌寿司卷。炸猪排盖饭是我喜欢的口味，蛋又滑又嫩，酱汁甜滋滋的，洋葱也给整碗饭带来了更多蔬菜的清甜。但是用的米不好，而且水放多了，导致米太过软烂，我还是更喜欢筋道一点的米。猪排不脆，应该不是现点现炸的，不过它的厚度着实令人惊叹。甜点选了焙茶布蕾，竟是全场最佳。焙茶的香气浓郁而迷人，顶部的焦糖脆壳够厚够脆又不硬，布蕾清甜不腻，真的好想再来一个。吃完觉得有点冷，回酒店拿了外套，继续往 Dartmouth 出发。这次选择了在 Woodside 登陆，空中还有直升机在巡逻。因为想去海滩漫步，所以一路去到了最东南角的 Tanner Trail。那里基本没有游客，有的只是天空、大海和岩石。风声、鸟鸣声，还有海浪拍击岩石的声音在耳边划过。Devil's Island 在不远处若隐若现。海滩上有很多新鲜海带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我终于完成了想要看海的生日愿望，也真真实实体会到了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是种怎样的情感。在波澜壮阔的大自然面前，好像很多事都不值一提了。傍晚，我们回到了 Halifax， 选了一家开业于1964年的老字号海鲜餐厅 Blue Nose 来吃晚餐。我们来的时候人没有很多，但是店员告诉我们都已经预约满了，所以还是等了一会儿。很幸运坐到了靠窗的位置。Blue Nose 其实是一艘建于1921年的著名帆船，店里到处都能看到帆船的元素。用餐店的纸很可爱，上面还有各种广告。他家 Lobster Dinner 套餐很有名，价格是实价，会波动。我们去的时候是$49一套。先来了套餐里的蛤蜊粥打汤，搭配了面包、黄油和饼干，面包还是热乎的呢。汤的咸味、奶味都偏淡，还有个别海鲜会有腥味，就马马虎虎吧。接着上来了单点的海鲜拼盘，里面有黑线鳕、带子、大虾和酥炸蛤蜊，搭配了水煮蔬菜和土豆泥。黑线鳕没有特别新鲜，大虾也是正常发挥，里面的带子倒是特别大一颗，一口闷巨爽。我第一次吃到酥炸蛤蜊，蛤蜊很干净，完全没有沙，还非常弹韧。塔塔酱的微酸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。套餐里的重头戏，一整只龙虾来啦，边上放了热的黄油，搭配土豆沙拉和凉拌高丽菜。土豆沙拉有种老上海的 feel， 酸酸甜甜绵绵的。龙虾就简简单单用水煮熟，果然最新鲜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手法，还给配了吃龙虾的工具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啦，也太快乐了吧！这大钳子里的肉也是满满当当的，龙虾肉真的是纯鲜甜，一点腥味苦味都没有，剔出的肉也很完整，挤点柠檬再蘸点黄油，爽嫩弹牙，超级满足。不过后面吃的有点狼狈，就没再拍啦。套餐里的甜点是米布丁，我还挺喜欢吃米布丁的，但是他家的我不喜欢，米粒口感很粗糙，我喜欢糯一点的。肉桂粉也撒的有点多，盖掉了米布丁本身的香气。饭后来到海边散步， Halifax 海边经常能看到躺椅，于是就躺下来看看海，看看对面的达特茅斯，还有时不时开过的帆船，好似一幅油画。坐着坐着竟然还看到了彩虹，真的好幸运啊！就这样看着夕阳慢慢染红海面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好啦，这就是 Halifax 旅游第2趴的内容啦，
谢谢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加留言，谢谢你的支持。行程接近尾声，下一期我将会带大家打卡 Halifax 排名第1的加拿大百强餐厅，还会登上 Halifax 港口最大岛屿，敬请期待哟。